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一周前，苹果在 WWDC 上发布了自己的 AI 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包括直接集成 OpenAI 的 ChatGPT。自那以来，股价上涨逾 7%， 重夺全球市值第一宝座。说实话 ，Apple Intelligence 目前公布的一系列 AI 功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颠覆性，比如 AI 表情符号、AI 摘要和转录优先通知、智能回复、照片搜索编辑、更智能的 Siri 等等。但也可以说，这显示了苹果的实用与谨慎。但可惜的是，只有 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以及配备 M1 或更新芯片的 iPad 和 Mac 才能用上苹果 AI 的新功能。这意味着，目前全球数亿台苹果设备都无法用上苹果 AI， 即使是买上了最新的 iPhone 15也用不了。为了第一时间体验苹果 AI， 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做好了入手 iPhone 16的打算。那么，从 iPhone 15到之前的苹果手机没法用上 AI 功能，到底是什么原因？虽然库克疯狂暗示催促大家购买新 iPhone， 苹果 AI 的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有了 iPhone 16就能玩转苹果 AI 了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虽然 AI 功能还没来，但在社交平台 X 上有人发现升级 iOS 18后 ，iPhone 15 Pro Max 的神经网络处理性能又显著提升。根据其给出的 Geekbench 跑分数据来看 ，iOS 17.5.1 系统的 iPhone 15 Pro Max 跑分成绩是6249分，升级到 iOS 18后，同一台设备的跑分成绩则提升到了7816分。也就是说 ，iOS 18系统是有针对机器学习方面进行优化的，这也许就是苹果为 iPhone 15 Pro 机型即将加入的 AI 的功能做的准备。没想到升级 iOS 18后还更强了。在正式上线体验前，苹果 AI 香不香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 iPhone 15 Pro 升级 iOS 18后变强了，也算是一个好的信号。那么从 iPhone 15到之前的苹果手机没法用上 AI 功能，又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来自硬件的限制，之所以出现硬件的限制，又与苹果爱宣扬的理念有关。乔布斯曾非常重视隐私，如今时间来到14年后，苹果的高管们也有意无意的不断强调这样的愿景。不过马斯克却讽刺，如今苹果与 OpenAI 合作的话，就是要把数据喂给 OpenAI。无论如何，苹果还是尝试部分改变这种情况。在开发者大会上，苹果高管在发布 AI 新功能时就说，你不应该为了存储和分析自己的生活细节，就将它们都交给某个云端 AI。当前市面上各类 AI 产品更依赖云端计算，不管用户用 ChatGPT、Midjourney 还是 Photoshop 的 AI 功能时，用户自己的设备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信息都要交给某个远程云服务器进行处理。苹果想要的不是这种方式，为了完成苹果一贯宣扬的隐私理念，它要的是在用户的设备上直接处理各种 AI 任务。苹果高管称，个人智能系统的基石是在设备上处理，我们将其深度集成到你的 iPhone、iPad 和 Mac 中，并贯穿于你的应用程序中，因此它可以了解你的个人数据，却无需收集你的个人数据。这种在设备上处理 AI 的隐私策略，或许也可以直接成为终端 AI。苹果并非第一个打出这个旗号的科技公司，高通在去年曝光的 PC 系列芯片产品骁龙最新芯片，即为终端侧生成式 AI 打造，从中提取大卖点也是隐私。微软的 Copilot 加也是类似的概念 ，AI PC 允许在设备上处理 AI 任务。由于苹果想让用户在设备上运行 AI， 回到最初的问题，之所以许多老款 iPhone 设备也用不了新的 AI 功能，原因就在于硬件的限制。有报道称，尽管自2017年起，苹果就在 iPhone 中引入了 NPU 神经处理单元，包括 iPhone 8、iPhone 8 Plus 和 iPhone X 都有，但 Apple Intelligence 所需的计算能力远超以往。同时 RAM 的限制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当 AI 模型本地运行而不是在云端运行时，它们必须存储在 RAM 或 ROM 中。虽然 iPhone 14的 NPU 芯片组距称比 M1 MacBook 更强大，但其仅有 6GB 的 RAM， 而 Apple Intelligence 所需的设备则需要 8GB 的 RAM。这意味着老款设备即使具备 AI 和机器学习能力，也难以运行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全部功能。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iPhone 15 Pro 和15 Pro Max 以及配备 M1 或更新芯片的 iPad 和 Mac， 又或者未来买到手的 iPhone 16，就能用上苹果全部的 AI 功能吗？有媒体就提出了相关质疑，甚至直接称，通过逻辑推理可以看出，所有那些旨在让人们兴奋的生成式 AI 功能，无法在 iPhone 15 Pro Max 本地完成，也可能无法在 iPhone 16 Pro Max 上实现。剩下的开始看起来非常像其他手机已经有的功能，或者类似于 Albacore 在没有 NPU 的硬件上设法运行的功能。因为从现实来看 ，iPhone 15 Pro Max 可以提供大约 2GB 到 4GB 的 RAM， 其 NPU 的速度为35 TOPS。作为一个参照，英伟达的消费级显卡 GeForce RTX GPU 提供的 AI 性能达到1300 TOPS。
苹果想要在消费者设备上直接运行 AI， 可能必须基于一个小的、相对简单的 AI 模型。在设备上运行 AI 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厂商会考虑到消费者如何负担的问题，一台消费者级设备的售价与成本如何平衡。想想目前市场上像英伟达专为 AI 设计的 H200， 每张卡的价格达到数万美元。这些高性能显卡为服务器提供动力，执行在云端发起的 AI 计算请求，每张卡最多有上百 GB 的 RAM， 并且需要大量这样的卡来支持 OpenAI 最新的 AI 模型。如果要实现完全在设备上运行 AI， 似乎离普通消费者级的设备还有段距离。这或许也说明了苹果为何最终还是接触了 OpenAI， 然后遭到了马斯克的讽刺与质疑。不过这好像也没有违背乔布斯当年说的话，毕竟按照苹果高管的说法，用不用 ChatGPT 选择权还是在用户。如果用户想问 Siri 一个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他可以建议切换到 ChatGPT， 这样用户可以分享数据，探索各种创作和答案。而且当 ChatGPT 出现幻觉问题时，还可以说错在他身上，而不是苹果。而且话说回来，即使 AI 功能未来也是挤牙膏，对于苹果自己来说，这可能也是挤牙膏的一点好处，就是降低各种 AI 安全争议和风险。毕竟在科技巨头的生成式 AI 竞赛里，已经出现不少翻车案例，比如谷歌对 AI 搜索的改造，曾建议用户在披萨上涂胶水，还有各种 AI 工具生成问题图片的争议。Apple Intelligence 的退出可能会促使用户考虑硬件升级，不过 iPhone 16是否会支持全部的苹果 AI 功能，还是继续作为 Pro 系列的专属卖点，这一点有待验证。苹果首批 AI 功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随 iOS 18的公开发布而推出，预计将于9月与 iPhone 16一同发布。届时，消费者或许就能亲自验证苹果 AI 的实际效果和价值。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有没有必要为了体验苹果 AI 入手新 iPhone？ 你有答案了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